為了收拾這片瘋長的草坪，我前前後後一共換了3台不同的割草機。最讓我沒想到的是，花1700買來的新機器，竟然還不如我剛開始最嫌棄的那台。上一集，我把院子裡的道路從頭到尾沖洗了一遍，這一次終於輪到這些已經徹底失控的草坪了。這片草幾個月沒人修剪，有些地方已經快高到了膝蓋。我原本覺得用割草機推一遍，應該很快就能解決。真正開始以後才發現，事情遠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。最開始我用的是家裡那台普通的電動割草機，平時用來修剪短一點的草，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。可這次院子裡的草實在是長得太厚了，刀片根本壓不到下面，推過去只能削掉上面的一層，下面的草還是密密麻麻，機器推起來也特別費勁。沒辦法，我只能換台機器，拿出了拜山專用的那台。這台機器背着有點笨重，但它的動力確實強了很多。只要把刀頭高度控制好，基本可以一直割到根部。不過它也有個明顯的問題，割起來沒有想象中那麼快，割完以後還總是高低不平，遠遠看着就像被狗啃過一樣，怎麼看都覺得不太舒服。有時候我是越割越嫌棄，總覺得肯定是機器不行，於是我乾脆花了1700重新買了一台大馬力的汽油版手推割草機。收到機器的時候我還想，這次總算能輕鬆一點了吧，不用再把機器挎在身上推着走一圈應該就好了，草坪也能修剪得更加完整，看起來肯定也会很舒服。新機器的動力確實很強，可院子裡的這些雜草實在是長得太厚了，結果沒往前推多遠，雜草就堵在了刀片下面，機器一下子就被卡熄火了。清理乾淨再重新啟動，往前走一段又被卡住，這樣反反复复折騰半天，我才發現根本就不是機器不行，而是院子裡的這片草已經不能當做普通草坪來修剪了。繞了這麼大一圈以後，我還是背回了最初的那一台。雖然割出來不算平整，背在身上也確實很累，但面對這種又高又厚的草，它反而是最好用的那一台。接下来的幾天時間裡，我就這樣一點一點清理，每天幹完以後，手臂、肩膀還有腰都酸得不行。剛開始我還比較講究，割下來的草全部裝進垃圾桶，運到外面處理掉。可越往後割，草就越多，光是裝桶搬運這些雜草，就要花費掉很多的時間和體力。幹到後面實在扛不住，我也顧不上整不整齊了，直接堆到樹下當做肥料。院子裡還有一些綠植，枝葉早就長到了路上，一根一根修剪太麻煩，我直接拿起割草機，從上往下一點點的把枝葉打碎。這樣雖然有些簡單粗暴，但也省了後面清理垃圾的工作。就這樣斷斷續續幹了幾天，院子總算清爽了不少。原來那些瘋長的雜草現在基本上都已經不見了，道路和草坪之間的邊界也終於重新露了出來。不過因為舊草被我割得太低，新草還沒長出來，所以眼前看到的草坪現在還是枯黃了一大片。以前我都是坐在電腦前剪別人改造房子，幾分鐘就能看到一處荒廢小院徹底變了模樣。真正輪到自己動手以後才知道，那幾秒鐘的對比背後可能是好幾天的腰痠背痛，